巴山楚水凄凉地，熬夜冠军在哪里？赶紧拿好你电量66%左右的手机，把左脚搭在右脚上。刷完这集解压的荒野建造，立即结束今晚的熬夜大赛。这是刚被公司无情优化的约翰，脱掉枷锁的牛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要到野外建造木屋安家落户。于是他背着行囊来到一片松树林，这里树木茂密，可以藏风聚气，招财内福。附近还有山川、河流与湖泊，正是前有赵后有靠逆天改命的风水宝地。约翰当即在此安营扎寨，建造新家。为了不改变这里的风水格局，约翰只挑选了那些自然嘎掉或者被大风吹倒的大树作为建造材料。他收集的木材每一根都重达1999斤，仅依靠人力搬运会非常的吃力，于是只能摇来一辆拖拉机托运。在超能力的加持下，很轻松的就把所有的木材给收集好。接着严谨的约翰拿出皮尺精准测量，开始在空地上规划地基，要确保每一根钢筋之间的距离都必须一致，绝不允许有1毫米的误差。而后再根据叶面水平原理确定好地基的高度，就可以掏出铲子开始挖掘基坑。这里的土质非常的松软，挖掘起来犹如行云流水般纵享丝滑。从他收集的木材与地基的规模可以看出，这绝对不是个过家家式的小工程。为了确保地基足够的牢固，不仅要用木桩将每一个基坑都夯结实，在浇筑地基之前还要往模具内植入钢筋，完事后就可以拿来42号混凝土进行浇筑。等到水泥凝固之后，约翰继续给立柱围好挡板，往里先垫上些石块，之后再布置好钢筋，继续拿来混凝土浇筑。现在这地基的规模，别说建造个小木屋，在我们囤起个3层小洋房都不成问题。在等待地基凝固的时间里，约翰才开始处理原木。刚砍下来的松树内部还含有大量的水分，照我说还不如直接出去租个房子。毕业租房压力大，推荐58同城找房东直接租，零中介费省钱省心，去皮过程也并不丝滑，这就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心，期间更是各种工具轮番上阵。稍不留神，还差点把自己给弄成了铁拐李。在将搭建所需的原木加工好之后，终于可以正式开始墙体的搭建工作。首先在截面画出直径，再用墨斗弹出原木的中线，而后就可以掏出油锯将其一分为二。平的一面铺设在地基上，作为第一层的墙体。由于每一根松木都重达1000斤，为了方便搬运，约翰还特地制作了一套绞盘系统，再加上2根原木作为轨道，如此一来就能滑溜地把原木搬运上去。约翰使用的是马鞍形凹槽技术搭建，这种方式搭建出来的木屋既坚固又美观，但是墙体的搭建过程也比较繁琐，原木相交处必须要用圆规精准的刻画，开出的凹槽才能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。第一层墙体的搭建其实是最简单的，之后继续往上垒砌的每一根原木，不仅要在2端锯出马鞍凹槽，中间也要凿出相应的卡槽。凹槽内再塞入一层绝缘棉，墙体之间才能达到密不透风的效果。完事后再钉入自制的绝情钉，确保原木之间贴贴不跑偏。
随着墙体逐步升高，除了往上搬运原木越加费劲外，所有的工序都是按部就班。不过，随着约翰的技术越加纯熟，搭建的速度也比原来快了不少。他每天都在树林里沉浸式的搭建。最终历经2个半月，墙体终于达到了预定的高度。为了方便后续进入室内施工，约翰拿出水平尺，在墙体上规划出门框和窗框的位置，之后就掏出电锯开启拆家模式。经过一通疯狂输出，厚实的墙上就掏出了几个洞洞，可以见这小子对采光通风的要求还挺高。经过几个月时间的风吹日晒雨淋，原木墙的表面已经发生氧化。为了提升木屋的颜值，约翰拿出砂轮机给墙体进行全套的去角质服务。如此解压的打磨过程，建议邀上你睡着的朋友一起欣赏。先经过一轮18级的磨皮，再刷上一层防腐漆。等做完一套精油死帕，冬天已经悄然而至，森林被薄薄的白雪所覆盖。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约翰加快了搭建的步伐。他先将2根原木拼接，构建出屋檐的悬挑，而后就可以架上方木作为阁楼的托梁。每一根托梁的间距都必须要精准到毫米，再打入木销进行固定。至于托梁之间的间隙，约翰则是往里卡入裁切好的木板，接着就可以开始铺设阁楼的地板。2块木板之间预留出间隙，上面再盖上1块。这种铺设的方式到底有什么优势？有没有知道的宝子呢？等把所有的地板都铺设完成，再抄起油锯将多余的部分给收拾得服服帖帖。有了阁楼作为立足点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往上搭建屋顶了。他先拿来原木构建出屋脊的框架，而后就能支棱起来。一头用脚码固定在阁楼地板上，另一边立柱则是在底部钻好孔后，插在事先固定好的木销上，将整个屋脊给拼接完成加固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架上木板构建屋顶船子。为了使两边的船子能无缝衔接，约翰经过精准测量，将木板两端锯出适合的斜度，安装上去之后剪至堪称完美，之后就可以以此为模具对剩下的木板进行加工。随着所有船子的安装到位，约翰继续用方木定出屋顶的领条，完事后就能拿来彩钢瓦对屋顶进行密封。随着木屋洗封经顶，他在地上收集了一大堆的松针，一袋袋的往阁楼上搬运。这些松针与泥土的混合物正是免费的保温材料。虽然阁楼的空间基本浪费，不过对于单身的他其实影响并不大。在将两面的山墙给密封好之后，继续回到1楼建设。之前建造时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屑，约翰把它们全部给收集起来，通过墙角缝隙往室内堆。要是这挖墙角的功夫用对地方，也不至于单身30多年。而后拿来木板构建出地板的托梁，底部再拧上木板密封好。完事再把之前收集好的木屑摊铺在地板内部，不仅省去了清理垃圾的麻烦，还能起到不错的保温效果，真的是一举多得。随着天气越来越冷，现在室外基本都是零下10几度，门窗必须尽快给安排上。约翰首先在窗框的两侧凿出凹槽，嵌入方木对墙体进行加固之后，就可以将事先制作好的窗户框架给安装上去。最后再嵌入裁切好的透明玻璃。窗户都自己动手制作了，门板当然也不在话下。只见约翰根据门框的尺寸先定好一个框架，内部填充上泡沫板之后，再拿来木板对两边进行密封。完事后就可以通过铰链给安装上去。
就是这种钉子外露的安装方式，主打的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，看似安全，实则是一点也不可靠。等忙完这些，约翰才拿来木板开始铺设室内的地板。由于之前已经先将龙骨给安装到位，现在只需把裁切好的木板平铺上去，拧上螺丝钉固定即可。虽然此时约翰的新家已经能够遮挡风雪，但是冬天气温能达到零下几十度，一个温暖的壁炉就必不可少。考虑到整座房子都是纯实木建造，防火措施尤为重要。约翰首先拿来石板和砖块，在地上砌出一个防火底座，随后才将壁炉给摆放上去。由于之前并没有预留有排烟孔，他只能掏出油锯在屋顶重新抠出烟孔。完事就可以将烟囱给安装到位。经过1年时间的辛苦建造，现在约翰终于成功的在这野外安家落户。点燃壁炉，沏上一杯热茶，望着窗外的狂风暴雪，此前付出的所有汗水都是值得的。